美女扇了坐轮椅的男人一耳光，下一秒男人竟然站了起来，路人都看懵了。我擦，扇耳光还有这疗效吗？其实并没有。男人名叫老王，是一个超级无敌老渣男，不管走到哪儿，总能碰到他叫不出名字的前女友们。他之所以能泡到这么多前女友，靠的并不是年纪大和胡子拉碴的大脸，而是雄厚的资本。不仅身家上亿，还拥有一家运动品牌公司。而坐轮椅装残疾，也只是他泡妞的一种手段而已。前几天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说他妈妈死了。Avete fatto pace? E come sta Maria che dice? È morta. 不是，你妈死了呀？这么淡定的吗？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老王，因为早年父母离婚，父母问兄弟俩跟谁过，哥哥选择了父亲，而老王选择了独活。就这么个不孝子，当初就该用小雨伞捂死你。因为他的选择，导致父亲和他不联系，母亲和他不对付。不过母亲埋的那天，老王还是怀着激动的心赶到了坟圈子，还混进队伍中间，假装自己早就来了。可当看到死者照片后，我擦，不好意思，哭错坟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终于在快结束时找对了场子，哥哥递给他一串钥匙，你妈留给你的，不是你妈呀，我不要。话是这么说，葬礼结束后他还是去了，然后坐在老妈的轮椅上睹物思人。这时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美女走了进来，美女说自己刚搬来这里，是她隔壁邻居，想找人帮忙搬下东西。老王刚想起身，美女紧忙制止，你腿脚不方便，还是算了吧。老王知道美女误会了，却故意不点破，还打翻了针线盒。美女帮他捡东西的时候，他也不停打量着美女的那啥，吃什么牌子奶粉长大的，这发育的也太好了吧。听到老王母亲去世，美女深表同情，说自己名叫翠花，是个家庭护理师，以后需要帮助可以叫我。真好，就等着你这句话呢。胸大的女孩就是好骗。Lei si è avvicinata di casa, un pezzo di... Ma dai, non mi faccio di cazzo, dai, ma che pulpito. 朋友得知他要假扮残疾人泡妞，我劝你还是做个人吧。残疾人能办那事儿吗？怎么不能？我躺着就好。然后呢？然后交给他。呵，你人还挺好的呢。老王打蛇随棍上，有事没事就去老妈家装残疾，结果坐着死活够不着门铃。邻居翠花依然是那么的白白胖胖，真好。那啥，有空吗？我好空虚寂寞冷，能陪我喝杯咖啡、红酒啥的吗？喝呗，有啥不能的？不料糖罐放得太高，怎么都拿不到。我尼玛，搞我心态是吧？Tutto bene? Sì. Aspetta che arrivo. Ma che fai? Dio! Io ci tengo. 趁着翠花帮他拿糖，老王又饱了一次眼福，不愧是老色批，真是一点机会都不放过。其实翠花早就发现了他的眼睛跑偏，没事儿，你可以大胆的欣赏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反正又不会少块肉，没毛病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不过我不喜欢年纪大的，哪开不胡提哪开。老王只好用喝咖啡掩饰尴尬。见翠花要走 Alessia。那啥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是一个亿万富翁，在整个欧洲有150多家门店，还有一栋超级大的别野。嗨，你早说呀！周末有空吗？有啊，必须得有。那周末去乡下跟我家人一起吃个饭吧。看看什么是超能力，这就是。男人的轮椅被井盖卡住，想让边上的2个精神小伙帮忙，不料俩小伙不帮忙就算了，还恶意出言嘲讽。俩小伙看懵逼了，这人怕不是有毛病吧？没毛病，搁这儿装什么毛病？周末，老王准时赴约，还隔着2里地就从跑车换成了轮椅。乡下的狗很热情，老远就跑过来接礼物。乡下的小朋友们也很热情，乡下的老奶奶也很热情。这时门口又来了个美女，是翠花的姐姐翠芬儿。老王的眼睛又看直了，我擦，岳父的基因咋这么好？结果下一秒，看着翠花和奶奶一脸期待的看着他，老王有些懵逼，这么看着我干啥？ E Chiara non è sposata, è single. Magari avete un po' di cose da dirvi, dato che siete tutti e due disabili. Roma. 我擦，什么叫有很多共同话题？你给我说清楚。In che strato? Avevi puntato la ragazzina e invece ti tocca la paralitica. 老王万万没想到，终日打雁，这回却被雁啄了眼，自己特么可是个假残疾啊！朋友们得知后将他一顿嘲笑，没想到你个情场败类，竟然也有被人耍的一天。话说那个女孩怎么样？白白胖胖，我问的是她姐姐，一个很漂亮的残疾人，怎么不敢了吗？老王被这一句大实话伤到了。Che vi scommettete?
我擦，你来真的呀？你特么即便不当人，但也别当畜生啊！第二天公司开新品研讨会，有个女员工竟然提议请残疾运动员来做代言。老王听到残疾2个字就上头，很好，终于有人动脑子了。你特么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把运动鞋卖给残疾人，你这跟把洗发水卖给和尚有什么区别？这傻子谁招进来的？滚！给老子马不停蹄的滚！下午，翠芬儿来到公司，说自己这2天要在附近参加一个运动会，希望他去观赛。老王当然要去，你可是我的目标呢。Lucy, Sì, pronto? mi serve una sedia a rotelle. A rotelle? In che senso? Che figlio di puttana. Sollevi il dito dal pulsante, la sento. No, di sto figlio. 看到翠芬儿在场上的表现，说实话，老王被这个坚强的女人感动到了，但并不长。翠芬儿不仅球打得好，小提琴拉得更好，还是个音乐家。看到翠芬儿精彩的表演，老王嘴角都翘上了天。演奏结束，他更是激动地站了起来，给一旁的老太太都看懵了。晚上2人一起共进了晚餐，还一起散了轮椅，简直不要太浪漫。之后老王将翠芬儿送回酒店，不请我上去喝杯水吗？那你先等几分钟再上来。我说你是想上去喝水吗？连前台都知道你那点小酒。上去后看到翠芬儿惊艳的打扮，还真是用心了呢。来，啵儿一个。情到深处，老王的手就开始不老实了起来。那啥，太晚了，我明天还要赶车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擦，啥意思？饭也吃了，轮椅也散了，到正事儿了你让我走，懂不懂江湖规矩？可以说，这是老王当禽兽以来第一次吃这种亏。不过翠芬儿回去后和妹妹谈心了一次后，又主动给老王打了电话，因为老王是他残疾以来第一个不把他当残疾人的。说实话，他心动了。老王将他约到了自己的别墅。晚餐时，2人说起了怎么残疾的问题。老王扯谎说是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残的。随着他遥控器一按，地面开始下沉，原来下面竟然是一个泳池。不得不说，老王你是真的狗啊！为了吃了人家，为了不暴露自己，连这种招都想得出来。在后面的画面，导演用裙子挡住了，我也没看到。云雨过后，老王趁翠芬儿睡着，偷偷拍了一张合照，向朋友们证明自己赢了。你丫可真不是人啊！快传授我们点经验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过这次事情过后，老王似乎也变了。本以为只是为了一场赌注逢场作戏，可这天新泡的女友打碎杯子后，随口说了一句 Oddio, scusa, oggi mi cade tutto dalle mani. E sono proprio un'handicappata. Ma che ti sei incazzato? Guarda che te lo ricompro. Vestiti. 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情场畜生竟然动心了。思索良久，他决定找翠芬坦白。结果翠芬收音给他下一句令：“你最近有想我吗？”经常，真好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骗我的人了。我前男友在我出事以后就离开了我。其实早在之前他就劈叉了。我奶奶知道后，差点没打得他也坐上轮椅。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没啥，就是想问你吃了没。可纸终究包不住火的。这天，翠花找他还上次去乡下他落下的衣服，恰好遇见了老王哥哥，然后一来二去，2人竟然互生了好感。你不是说不喜欢年纪大的吗？有了这茬子事，翠花当然也就知道老王装残疾的事了，给他气的，找到老王就是一耳巴子。你特么真不是人啊，连残疾人都骗，赶快去给我姐从实招来，不然我不介意让你真的变成残疾，3条腿都残疾的那种。老王紧忙追上去，那啥，我真说不出口啊，你帮我说说呗，你肯定比我更懂他的对不对？你特么真无耻啊！翠花找到姐姐，支支吾吾了半天也不知道咋开口，没想到姐姐却先说了，你知道吗？老王不是残疾啊，你知道啊，我是过来人，怎么会看不出他是假装的呢？那你为啥？因为我能感觉到他爱我。自从我双腿不便后，我感觉大家都在疏远我，只有他在主动接近。人生只有一次，我们必须要抓住最美好的时刻，哪怕是假的。我也想继续下去，直到他不想演了。Scusate, è una storia tristissima. 这边老王也找到了多年不联系的老爸取经，一听儿子居然干出这么缺德的事，作为同类人，我劝你善良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和你妈妈离婚，搞得现在只能待在这养老院里孤苦伶仃，天天跟一群花枝招展的老太太虚度光阴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周末，翠芬儿约他一起去教堂祈福，神父在说完一些好听的话后，你跟我进来。Io? Sì, sì. Tu. 你丫不是残疾对吧？
来我这儿的人会带走一张圣女画像和一瓶圣水，但那玩意儿没用，更不会让残疾人站起来。至少我这儿没这好事。但他们从我这儿是带着信念和希望离开的。你别给我搞事情，熄灭了他们心中的火焰。你咋知道我不是残疾？残疾人穿鞋不是用来走路的。出来后，老王看到一脸期待的翠芬，终究还是没勇气站起来。翠芬有些失望的离开。这时一辆卡车驶来，吓得老王紧忙去救翠芬。这一救也代表他的伪装暴露。Cammini, è un miracolo, è un miracolo, cammina. 翠芬想让他继续伪装下去，哪怕骗他说是奇迹，是圣女让他站起来的都行。但老王没有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窗户纸捅破了，两人也就此分道扬镳。老王这个情场败类，这回也终于是栽了，一天天就坐泳池里发呆。之后他去看了母亲，向母亲道歉，又把之前开除的那个员工请了回来，表示支持他请残疾运动员代言的方案。看着女员工展示的 PPT， 老王突然想明白了，他马不停蹄地赶去了翠芬家，可翠芬去参加演出了，只有奶奶在家。老王对着奶奶逼逼了一大堆自己的心声。停，打住！我对你们那点破事儿不感兴趣，对你也没意见。你现在就沿着675号公路追，说不定还能追上。谢谢嘞，奶奶。站住！如果你敢再让他受伤，我打断你3条腿。老王的跑车就是快，真的追上了演出的车。他请求翠芬原谅他，你滚！虽然我是残疾人，行动不便，但我自己能活，不需要任何人，尤其是你这种人渣。没得到原谅，老王很懊悔，一天天只能通过跑步来宣泄情绪。可是这天，有一个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是翠芬。Niente, passavo di qui e ho digitato percorsi Runner Roma。最终，两人又走到了一起。这部电影名叫《我在追求你》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像老王这种禽兽，真的配有爱情吗？配得上这么好的结局吗？但是想想他那么有钱，好像确实又优秀了很多，总比这一对好。我特么真想不明白，老王他哥究竟哪儿好了？翠花，你图他什么？年纪大还没头发吗？